染病历史其实跟人类文明历史基本相同的，就是说是文明本身有一个副产品，就是它会导致基因单一的品种大量繁育。在史前时代的人类，就是几百人的小群、几十人、几百人的小群都分散分布时候，那时候疾病谱跟现在差别很大，基本上是外伤和寄生虫病占主导地位。现代人认为是很重要的传染病几乎不存在，因为大家近距离接触的可能性很低。如果真的有传染病爆发，那就是一个几十人的小部落死绝，还没有机会接触到其他地方。大规模的传染病，像结核病之类产生，就是跟埃及尼罗河谷这样地区以及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密集的定居人口的产生有直接关系。而帝国本身总是有利于传染病的，当然是因为交通便利缘故。文明有一个效果，就是它使获得文明恩惠的某些特殊群体，例如首先发明的农业的群体，品系比较单一的基因型大量繁育，结果就造成一种传染病意义是流行病学意义上的易感人群。因为基因多样性是避免传染病唯一可靠的方式。基因越单一，单一基因的人口数量越大，那么爆发传染病的可能越大。而文明比如说包括24史里面所谓的盛世和治世，其特点就是什么？就是经过战乱以后，王朝开始的战乱以后，经过比如说文景之治的几十年和平以后，人口暴增几倍甚至几十倍。这种暴增的人口都是基因性比较单一人口，所以它特别容易，比如说在汉末或者是元末这种大规模的瘟疫当中搞到十室九空。这种十室九空是文明特有的现象，比如说这原始部落民不容易死这么彻底，因为它的品系是比较多样性的，往往是比较人口比较少的，史前时代的原始居民基因多样性比巨大人口的文明的基因多样性还要大，因此，在传染病打击的情况之下，特别容易出现大量定居人口的文明的大规模灭绝现象，而灭绝现象实际上是打击了一些基因比较单一的族群，保护了一些显示了基因多样性的优越。而现代的人呢，则由于医学进步和福利国家的缘故，产生了一种我们认为是非常文明进步，但实际上可以说是极端脆弱的结构，就是一个人都死不起。医疗系统要负责保证每个人都能够活到70岁，像古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大量的婴儿死亡，或者是基本上每一个克伦威尔时代每一个英国人都见过的自己的同龄人英年早逝，莎士比亚他们非常熟悉的现象，对于现代人来说变成一种特殊和意外，甚至是社会应该负责的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这样就给医疗系统和国家机构施加了太大的压力，所以脆弱型社会就有它的突破口。要保证所有人都能够得安全保障，医疗系统的投入就是没有冗余的。像现在新冠病毒这种打击的话，如果放在中世纪的话，它还在几种著名的流行病，比如说阿拉伯征服以后出现的古太白瘟疫和黑死病比起来的话，还真是不入流，还排不进前5名，基本上不会对社会造成重大波动。但是青霉素时代和福利国家时代人类已经不能容忍这样一点点冲击，因此为了保障高水平的健康和避免死亡率，这最发达的经济体使得自己整个社会经济濒于崩溃，而且直接造成政治上冲击。这在古代是不会有的。这就涉及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认为是文明进步的很多东西，从演化的角度来讲，实际上是增加了脆弱性，而不是减少了脆弱性。因此，每到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就突然发现，我们自以为被科学和进步保护的非常完美的安全，实际上反而使我们陷入比古人还要更加容易受到伤害的位置。像新冠病毒就是属于这种典型的现象，它的死亡率不是很高，但是它因为它集中冲击了医疗系统，导致承担了过多义务的医疗系统支持不住，所以才出现现在这种现象。而台湾的特殊性就是，它其实是有最初防御非常成功，但正因为最初防御非常成功，它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易感人群。这一点从足够长远的时间线上讲，是早晚会被突破的。你只是不能预见的突破在什么情况，因为人类的安全说白了就是在爱丽丝漫游记里面所说的红色防护军备竞赛中所说的，
你要努力的往前跑，才能够留在原地。不是说是努力往前跑一会就可以跑到前面去，而是你在人类和细菌、病毒的军备竞赛中，只能是刚刚打平，不断产生的瘟疫，不断的清除了易感人群，导致瘟疫自身在下一阶段传播当中遇上了天然的壁垒，然后新的瘟疫产生，游戏不断展开，而依靠抗生素、公共卫生系统和大量的国家投入建起来的免疫的安全系统，实际上是拆除了人类抵抗瘟疫的最主要防线，就是基因多样性。基因多样性最主要这样实际上就是政治不正确说，就是要定期的死一批脆弱人群，特别是要接受老人甚至是婴儿的高死亡率，这都是现代福利国家社会认为是不可接受的。结果从根本上讲，现代福利国家保护的人口就是脆弱的，而展示的防疫成功，使得防疫成功笼罩这些人。比如说现在台湾人，相对于其他防疫不太成功的族群来讲，是更为易感人群，因此准备了今后更大规模流行的预备条件。疫苗呢是代替死亡的一种方式，但是它也不像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想象以及各主流媒体所强调那样是安全和进步的，它总有它的代价。一般来说，在疫情流行的时候，主流媒体做法就是不能鼓励人民反疫苗。例如在美国这样的地方，宗教多样性特别大的地方，反疫苗的人群是非常的多的。而拜登政府跟川普政府不一样，比川普政府更加积极推行防疫成功，是非常希望全民接种疫苗的。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这样的权利，所以各大媒体其实是在配合政府，强调疫苗的安全性和所有人都接种疫苗对付现在瘟疫的必要性。但是这就没有估计到新型疫苗，比如说在20年后会不会出现其他方面的反应，这一点其实是疫苗开发者和所有科学家都无法预见的。疫苗实际上是在保护人类的同时，又增加了另外一方面的不可测，因为人类的命运永远是在不同风险之间艰难平衡的过程。拆除某一个方面的风险，通常意味着其他方面增加风险。疫苗和所有的新疗法一样，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有很多人拒绝接种疫苗这件事情，虽然会使拜登政府感到恼火，但是从足够长远的时间线，比如说从50年到100年来讲的话，保不定还是美国比以色列或者其他地方更有利的条件。比如说以色列是接近全民接种的，而美国就会有很多人群不接种，因此美国保留的多样性就比以色列要多。从短期看来，美国的抗疫会比以色列要糟，因为以色列能够全民接种，而美国做不到。但是正因为美国做不到，美国人群的多样性大，他们在瘟疫当中，正如从他们在以前的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各方面的选择范围比别人大，在永远处在未知当中的人类来说的话，实际上是增加了生存机会，因为没有人真正知道哪一方面是最好的。你防御做这个方面的危险，增加另一方面的危险，到底往哪一方面是最好的？从足够长远的时间线来看，就是鸡蛋放的尽可能分散，不在一个篮子里面，是在尽可能多的篮子里面，那你就具有最大的优势。越是集中在一个篮子里面，在某一个方面，在某一个具体的方向和具体的时间段的越是成功，那么你就越有可能在其他的方向、其他的时间段损失惨重。例如，24史长期强调的百年不知兵革，实际上正是改朝换代时大乱和大规模人口死亡一个原因。因为所有人都习于和平，不懂得武备。如果他们像春秋战国时代或者是欧洲日本那样，经常爆发小规模的封建战争，那么每一个村落都有自己的民兵。虽然武力不是很强，但多多少少懂一点军事法。那么像汉末、元末那种人口损失半数的大规模屠杀是不可能发生的。欧洲和日本封建制度以及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夏列国都很少发生大规模人口灭绝，但是他们也享受不到，例如文景之治啊、康乾之治啊那种就几十年、上百年的和平，百年不知兵革，这种幸福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但是这种幸福对应就是张献忠时代大屠杀。欧洲人和日本人享受不到这种百年不知兵革的幸福，但他们也就没有张献忠这样大屠杀。这里面的道理其实跟防疫道理是一样的。台湾现在面临的代价，就其实正是他过去在防疫上的成功所增加的风险体现出来的结果。
当然，政治家和一般舆论领袖争论都是些比较低层次和具体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哪家疫苗更好，谁的疫苗更安全，我们应该怎样尽快进口疫苗之类的问题。但是其实从足够长远，比如说按照50年的时间线来算的话，这一点是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从50年的时间线来讲的话，人群的多样性、基因的多样性是最主要的安全保障。从国家和财政角度来讲，福利国家单一的依靠国家财政担保的福利国家，应该被那些由各种不同的宗教社会团体和财团，包括盈利性的财团和非盈利社会组织共同经营的多元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取代，这样国家和社会才能得到最大的安全。在这方面，台湾社会和欧洲福利国家一样，也都是高度脆弱的。如果台湾社会能够和台湾政治家能够足够高瞻远瞩，从疫情的冲击中间悟出福利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弱点，并加以应对的话，才是台湾最大的利益。当然，从短期来讲的话，也就是选择一个现在看来最安全的疫苗，尽快推广，补上防御缺口的问题。这件事情并不困难，因为毕竟，本来可能还要按部就班开发5到7年才能够进入市场的 mRNA 疫苗，现在过早的投入了市场，所以稍微加一点外交经营，几个月时间之内，防疫上缺口就会补上。所以现在恐慌是维持不了多久的。但是防疫缺口补上以后，未来的隐患才是真正值得和应该考虑的问题。但这一点恐怕是大家，一般人都不会认真考虑的事情。